大家好，这个视频就是高福田老师的手法演示课。在正式手法演示课之前，我们有几点说明。第一点就是这个视频是我们内部一个交流，是高福田老师完整的体系化操作视频，第一次全面将安纯如古法按摩疗法操作进行全面公开。此视频时间较长，是本派非常难得的资料。作为爱好者的技术交流，此视频免费全公开。严禁用作其他，如有其他用途，需和我们联系。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此交流视频手机录制，我仅对视频进行了适当的剪辑，并增加说明。聊天或按摩内容呢为真实录音，为了能尽快分享给大家，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，本演示视频呢就没有加字幕，因为高老师说话大家都应该能听得懂。第三点，此视频包含高老师讲的线性无虫气体适用导疗、沾点粘水等，就这些呢，如果没有接触过的，肯定有很多听不懂的地方。就是如果是初学者，建议参考后续其他视频，会有详细的说明。第四点，本来高福全老师手法演示作为第4个视频，为了更方便大家理解后面的课程，就是看到后面的视频不那么抽象，先有一个直观的概念，知道古法按摩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操作，所以就将高福全老师演示作为第2个视频。我记得那说是我不怕，我最多的时候，对，你跟我说过好几层，6层，对，好几层。然后我就这直接贴着，要不然摸不着那个手底下脉动。他现在这个你看啊，这不就是那个胸口，这就是那个胸口骨，是吧？这就是胸口骨，手就搁在这个位置。这个就是他说的那个双手拢那个齐拢胸。这个咱这个啊，这后一点，咱应该竖着这样录，然后把那个高老师也录进去。哎，我录不录倒无所谓，就是那个把这种手法录进去。啊，对对对，咱整个全过程我录不录倒无所谓，就是手法录进去就行。咱这个现在实际上是属于那个一个特殊情况，我跟一豪说过，就说正常的那个谁呢，那个刘大爷的按摩的时候是坐在一个小凳子上。啊，对，你跟我说过，哎，坐在一个小凳子行军床嘛，然后他坐在小凳子。哎，一般刘大爷按摩的时候，他就用那种就跟部队那种站着床似的，那个小凳子上，坐那个小凳子上呢，然后那个床跟凳子一般来说是一边高，然后按摩。但是我这个情况，这床对我来说不合适，有点高，所以我只能是盘腿坐在这儿。刘大爷按摩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，就说那个特殊情况盘腿坐，他因为你床高矮，对对对，它不合适。但是您说的就是，如果是行军床跟那个凳子的话，那个凳子行军床是战士床啊，正对对，木板床，就那种木板床，然后刘老坐那个凳子也是跟床一边高的，是吗？差不多，基本是平的。然后刘老坐在那个凳子上，这手一搭上。但是现在就是比如说这种那个按摩室的这个床的高度呢，对于这个按摩的这个人，对对对，除非是特殊，咱定制一些高一点的凳子，那样行。高凳或者是床低一点。矮的床，对对，矮床应该好弄一点，因为咱就都配统一的高度的凳子就行。有特殊情况的时候，曾经蹲在凳子上，为了找这个高度，哦，对对对，您说过这个，所以这个是。但是这个高度还是有讲究的，对吧？如果再高一点，比如说站着做呢，它像这个高度的话，您试过吗？站着做的时候，首先说啊，这我听刘大爷说，安先生跟刘大爷都没有站着按过腹部。啊，没有站着按过腹部。没有站着按过腹部，因为腹部的时间长，这是一个。时间长，就说你这个站着按呢，不太稳定。对对对。这首先说这按摩这个事儿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个按摩的人，一定要舒服，你的手才稳。对。你要是说这个病人才舒服，被按摩的人才舒服，你手一定要稳。你不舒服，
效果就差。效果就差。然后上手先是单手摁的，这个是您的习惯呢，还是刘老也是上手也会先单手摁一段时间，先做扶正？也是单手摁，他是一开始单手摁，但是这个单手啊，时间的长短，刘老摁的那个时间，就是单手的时间不是特别长。啊，对，他整个下来才半个小时嘛，是吧？整个下来应该是在，我觉得最少是半个小时，最少是半个小时。但是遇到一些那个，大病或者重病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时间就要加长。一般在门诊的时间，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左右。他当然这个门诊的时候，他因为一天16个病人，16个病人，上午8个病人，下午8个病人，你算时间，对，没有时间在那个什么，他不可能时间太长了，没有时间在那个做这样的。是不是这个可以？这次这个整个环境比较舒适，您这个手就不用像上次似的总去调整它位置啊、角度啊什么的。对，环境就是是吧好一些。哎，我感觉上次可能就是不是特别舒服，那个凳子的高度啊什么的。对，大姐，你能睡你就睡啊，已经睡着了。没关系，睡就放松就行啊，放松就行。然后那像您说的这个，如果是给自己摁呢，自己摁的话，他就不能彻底放松下来，这个会有影响。有点影响，有影响，肯定是有影响。自己给自己摁。首先说，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限行啊，就说这限行不是说的这个光上，你比如说，可能我那天写的那个咱写的那个东西里面就提到这限行，包括腿也有感觉，酸麻什么的。实际上还不能完全这么说。这个限行呢，包括四肢，包括腿脚都限行，都有行。有的时候呢，就是我就在这个地方搁着，手放在这个位置上，病人呢，比如说眼睛，嘴，包括嘴唇都麻了，都有这种感觉，这也是限行。就是说，整个的外表来说，它只要这种就有反应，就有反应，就有那个反应。为什么限行这么重要呢？那天那个谁呀，大明在微信里头问我，就是那个辽宁那王老师，他问我，他说这个限行，他说那个安先生那个按摩是有查病源的角度就行，查病源的来踪去迹，就病的来源，还病去哪儿了，就是这个查病的来踪去迹。对。那跟他这个病，比如说从哪来的有关系是吧？这个慢慢的体会，因为什么呢？就说什么叫来踪去迹？你比如说我摁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啊，咱现在还是在一个我是在手在适应的过程当中，我的手在适应的过程当中。你比如说，很可能就是我在摁的时候，随着病人的不同，我在摁的腹部按摩的时候呢，他的腿有各种感觉，四肢有各种感觉，也许一会儿腿麻了，一会儿眼睛有反应了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
比如说腿凉，腿热，这些就是病的来源，有可能是比如说麻凉热，腿在交替的变化，这是现行。现行就是说交替变化。这个现这个行呢，你要说你想，这个它病是根据什么？比如有寒凉，有气，气结不通，这都是病的来源。你把它放走以后呢，通过下边给它放走以后呢，通过这个腿四肢的感觉把它放走了，放走以后呢，它就一定好受了。就您说的这个病的来源，其实相当于中医病机的一个概念。对，它是受寒是寒凉的。是你比如说，我有时候比如摁着这个病人啊，这个病人我在摁着当中呢，他这腿两个腿呢，这个咱那个现行的时候没提到过这个，就是提到过酸麻凉热，对吧？对。那你说我摁着这个病人，你说他两个腿就整个腿两个都一层薄薄的汗，那这个病人一定有湿，就说你想你把这个病人的湿寒热气，把他这种不正常的东西都给他卸下去，他的这个病情的好转是一定的。这是没得说的。所以说这个呢，就说这种按摩呢，就是现在好多按摩它不考虑这个现行，就说你比如说我这个现这个行，你要是你想了，就说这个现行是咱们腹部按摩的一个灵魂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现行以后能不能治病？对吧？你这个你自己慢慢体会。就说你现行以后，你想想，如果把一个病人，不管是多重的病，他的酸麻凉热都下去，他的感觉可能是针灸跟中药都达不到。对，特别快，特别快。这个刘大爷曾经跟我说过，咱这个按摩呢叫浊气下降，清气上升。就最后你把这浊气都赶下去以后，然后最后慢慢又回来了，清气回来以后，这个人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。具体说这个为什么就说这种行起来能够治病，这个咱们自己在质量中慢慢体会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这是一定的，一定能治，一定能治。那您说他这个现行的感觉，不管是腿上的现行，还是肢体的，还是说比如说是那个头面部的，或者是四肢的，或者说腿上的这种感觉是酸啊，是麻呀，是凉啊，还是出汗，这个是您手法上控制的。这个与咱们按当中与手法有关系。与按当中，你比如说在1层、2层、3层、4层、5层气体，这5层的时候，有可能我在这同样一个位置，随着我这个层次摁的这个轻重，他腿的反应，他四肢的反应，他所有的现行有可能就不一样，有可能一会儿麻一会儿凉一会儿热，就不一样。就它是跟这层次相关的。对，但是呢，就说这里边呢，我首先说，还是咱们说的那句话，就说按摩腹部按摩的灵魂就是现行。但是呢，这里边又有一个问题，就说这个现行就这么简单吗？就说你现行以后，你比如我现行了，你现行以后，为什么？假如说咱退一步说，如果安先生摁，他现的是一种形，你摁，他现的是另一种形，对吧？安先生摁完以后，他现刘大爷摁完以后，他现的一种形，现完形以后，这个病人感觉特别好。我也摁也现形了，但是就说我的这个现形的这个手法呢，可能这个病的这个我1层2层的时候，我这个病的力度我掌握的不一样，现的形不太一样，治疗的效果也不一样。这就是功力，这就是水平。这个掌握起来很难。我不想说是谁，你比如说他们也了解腹部按摩，然后他们研究这个都研究，为什么他没有下去呢？就因为他对这个现行这个体会不到。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咱这个手放在肚子上，搁在病人的腹部，有可能我感觉我今天有这个现行了，明天有可能又不现行了，这就是又进了一步。就说你可能今天有，明天没有，这又是一个手法的问题。再有那就得逐渐的就得提高，就得磨练。
还有一个就我说这个，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作为按摩的人呢，一定要注意，一豪说呢，就说比如说直接手直接接触腹部，这各种方式，我的感觉还是垫着毛巾好，但是呢，我体会啊，就说你按摩的时候，比如说有的时候按摩就要闭眼问，好好的体会这个病人的肚子，他腹部里边的变化，各种叫我好好体会。我觉得这不是说不好，但是就说最好是啊，你像咱们按摩当中，我可以咱们交流，咱们说话，但最好不要闭眼，不要反复，就跟我想钻在这个病人肚子里去一样，那样一个是时间长了以后啊，对于这个医者伤气，而且伤身，有好多这样的现象，就是摁不下去了。我觉得最好是嘛呢？就说啊，尤其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把这个按摩这个手法当做一个那个，就跟这个切菜似的。你比如我是个大师傅，我做饭，你切着菜的时候，你手底下是一个动作，但是你脑子里不一定想的是切菜。对，你熟了。这样呢，就说病人的一些这个各种感觉，各种什么的，你手底下有感觉，但是呢，你比较熟练了，病人的一些东西反馈不到你那儿去，所以使你呢，就有的时候伤气。你看，就有时候你说他有时候感觉气不够用了，就喘气，气不够用，就是他摁多了以后，他自己感觉就伤气，再摁他受不了了。这是不可取的，这是不可取的。再一个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现行，我可能你比如说你看着我的手在这搁着，我实际上我手呢多少有一些变化，轻重啊有一些变化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你说了我这个轻重缓急这几个字啊，轻重，就说你什么时候能重，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手。但是如果没有现行，也就是说你的手没有掌握好这个度，你没有现行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能重。你如果要重了，病人就受不了了，你也就摁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你比如说，同样这个手法，按现在摁那个刘大爷摁的时候，摁到4层了，摁到3层了。我为什么摁不到4层？你还没到4层了，病人就蹦起来了，那你就摁不了了。你比如说，为什么刘大爷摁着这个，他这个病人一直睡着挺美，我摁着他一会儿就醒了，来回顾醒，那就说明你这个手法还需要锻炼。这是一个长期的，但是这个按摩的作用，往往是现行以后，随着你手法的变化，你看我摁到3层以后，摁到4层以后，他可能这个腿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，对人的治疗，对人的疾病的治疗的效果也完全不一样，这个差别太大了。那您按的时候有方向吗？还是说只是直上直下的？目前一开始还没有什么方向，没有什么方向。我感觉在初学的时候呢，不要考虑变方向，比如说斜的，那不要就正常的就直上直下就行，直着走就行，不要变。熟悉了以后再说。而且这种手法，就说在这个如果能够现行以后，就说这个轻重3层4层，这个重你看这个按摩经上提到叫随顿重切往下行，对。但是这个重切一定得有形，你才能重切，你没有形，你重切切不了，而且病人也受不了。没有形，完全达不到治疗效果。完全达不到。
那您这个就是，如果病人腿底下有感觉，或者是他有现行的感觉，您手底下也有反应，对吧？手里有反应。但是你比如说，有的时候一般来说可以，比如我一般按摩是不问病人，这个有没有感觉，有没有反应了，我不问。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已经感觉到病人已经现行了，但是这现行为什么他不好说呢？有的病人他不理解什么叫现行，就你问他有感觉没感觉，但是你最好的是手底下有感觉，就你手底下有感觉，你使得病人就有感觉。应该有的时候病人睡着了，那你更问不了了。那您感觉手底下这个就现行和不现行变化在哪儿，或差别在哪儿呢？这个现行啊，我感觉啊，就是说我感觉我的手跟病人的腹部，如果感觉有一种粘在一起的感觉的时候，病人一定现行。哦，粘在一起的感觉，就好像我的手跟病人肚子是一体的，这种情况下，病人一定现行。就好像他这就好像怎么说呢？就好像是，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的时候，病人一定现行，就完全紧密贴合在一块儿了。对，一定现行。实际上，我现在这个手呢，这个手呢，就是在八角，就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胸颌骨，就是这地方，就是胸颌骨。您的力是在这个位置上面？对，在这个位置上，我的力实际上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还是掌心的这个力。对，或者说这是叫大鱼际嘛？对，小鱼际、大鱼际。我就在这个位置上，在这个位置上。相当于咱这手掌这里头这一块儿。对，我的手在这个位置上。然后您什么时候会变化这个？比如说上双手，或者是再往下摁，还是加其他的手法呢？我很快就要上双手了。对，这个就取决于你治的。如果你在腹部按摩的时候，你治的病人要多了，你就能感觉到，你一摸这个腹部，你就能感觉到哪儿好哪儿不好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你比如说他们说这个，你比如说我这个神经衰弱，我说的这个不一定准确啊。神经衰弱，你比如说神经衰弱，什么那个睡不着觉啊，属于心肾不交啊，属于这个好多种原因。咱们这个按摩不取决于一项，不取决于一个。你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可能比如说咱们在按的时候，我的手一放上，时间不长他就睡着了，对吧？那假如这个人是一个神经衰弱的人，一样的。放不了多长时间，那可是那就可是一个大的进步了。这个人他就提，而且咱这个按摩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说你比如说吧，我今天啊吃完了饭都不是好习惯啊，吃完了饭一会儿睡着了，等到快晚上10点、11、12点了就醒了干点什么，然后再接着睡。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了，因为你这睡着这会儿你睡不着，但是咱这个按摩，你就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，我给病人按摩以后，这个病人如果睡着了，他绝对不会包括当然刘大爷那是大师啊，就说他这个按摩以后绝对不会影响他晚上睡觉，而且晚上睡的可能还更好。这就是咱这个按摩的这个高的地方。那也就是，比如说咱现在已经按了快半个小时了，20多分钟了。这个时间，实际上我这个第一次这个时间，我可能就要跟一豪说几句话的时候，我这个时间有点长了。但是现在我就可以上手。你看这个手的时候，实际上我在这个手的时候顶的是这胸口骨的尖儿，看到吗？就是这地方。就是食指深摁巨阙中。食指深摁巨阙中。食指深摁巨阙中，这个手上去了。这表看的不是，咱现在摁了多长时间？24分钟。就您换这个开始加手法，这个是也有手底下也有变化的，对吧？有点变化，但是我这个一般的来说，我这个单手的时候，右手单手放在的时候，不会放这么长时间，有可能放10分钟、10几分钟。但是刘大爷放的时间呢，可能有的时候短，你比如说3分钟、5分钟，有可能是2、3分钟，但是这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？因为刘大爷的病人多，
哦，他病人多呢，他这个2个床，犹大那个诊室是2个床，对对，摁完这个摁那个，摁完这个摁那个，他的手这种感觉始终在有。咱这个是一开始这个感觉，就说你的手一开始你还没找着这种感觉，明白，还得是手底下的那个感觉。哎，对，你要如果这感觉，你比如说，我现在感觉我这个手跟病人的腹部没有连在一块儿，那你这事儿，你使劲你也使劲不了。你看有时候他们跟我学这个按摩，这个事儿是这样，就说包括就说你说我说他都意义不大，他关键是病人说，病人的感觉。因为他对我的这个手底下这感觉，就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个谁谁谁，他给就说你，哎，就说他跟我比较吧，他也学按摩，他跟我比较，就说人家那个高老师那个手啊，忽悠悠的就下去了，就到肚子就伸下去了。你这手就好像就跟一个棍子在这杵着似的，这种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前面这个单手的时间也是。就是这大夫自己的一个准备的时间，对吧？就想办法让你的手跟病人的腹部结合连在一块儿去结合起来。所以他要是比如说像您说的，他2个床来回坐，他手底下那个感觉一直在，他进去的那就快，他找的感觉就快，对，他就时间相对来说就可以缩短一点。你比如说咱今天，假如说我现在治2个人，我现在这个手在另一个人的时候就快了，明白了。就快。然后您现在发力也是这个位置是发力是吧？就小依据这一块儿，对，压在他那个食指上面。对。然后那这个呢，您不加方向是吧？也是直着摁。现在，目前要初学还是先直上直下，因为你要是如果在摁当中，比如说感觉哪个地方不好，有可能比如说我感觉右侧，比如说右侧，我在手往病人的这个。我往1号往你那个方向走，有可能这病人干的地方我感觉不太好，我可能就要动手。在干的地方就动手。那就这一个位置上面这几个方向就都可以做。为什么咱这个按摩？你比如咱就最简单的说，你比如说这个神经衰弱，为什么神经衰弱？咱这个按摩治疗神经衰弱的效果特别好呢？就说我不是考虑他这个，比如说心肾不交啊，他心肾的，是一种全面的对腹部的一种。按摩，他这种按摩以后睡的，他不光是有的时候，你比如说这个人特别嗜睡，我手在上搁着，他可能就不睡了，他晚上就不嗜睡了。他要么缺觉，有可能我搁在上面以后他就睡着了。就这个按摩特别好在哪儿呢？就说它是根据这个人的不同在变化。而且它不是一个咱大夫主观的一个判断，你是嗜睡症，可能你手在上放着的时候，他就不睡了。你要是如果缺觉的、神经衰弱的，可能手在上面放着的时候，他就睡着了。这是有点双向调节那意思。对，这是针灸。说这话不好，说有点大。针灸跟中医，咱们这个小范围可以说，它不好达到。你比如说神经衰弱，你就好多人就说，你比如中医给开的方子，什么酸枣仁啊，我不知道这种对不对啊？什么吃了半天的，他吃的头晕晕乎乎的，他睡觉那个效果还是不好。对，就白天也不精神了，晚上也睡，你看能睡着，但是睡不踏实。你看咱这个，我最，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，就有一个病人，比如说我给他治了以后呢，我这是个女同志，上岁数了，50多岁。我跟他的爱人，我们的关系很好。他爱人是个作家，我们的关系很好。他爱人给我反馈的信息就是，我就给他治了一次，呢，就是为了是什么呢？让他了解这种腹部。他这个迷迷糊糊的有半个月，就是咱这个按摩有后劲儿，就他迷迷糊糊的半个月，这半个月总是晕晕乎乎到点就睡觉。我跟他说，我跟我们这个朋友说。我说你就记住了，你爱人一定缺觉，一定是缺觉。所以他按完之后这反应就是，他就是缺觉。这样以后就是你对病人是个调节。这个呢，包括针灸，我说这话可能我总是不敢说，小范围还行，就针灸、推拿、中药，对，
达到这个效果是很难的。所以我感觉什么呢？不是咱这个按摩呀，不如针灸、中药，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它比他们一点都不差，好很多方面比他们强。就是在这个原因上，咱这个只能是这么简单的说这不敢多说，不敢多说。我还想强调这个事儿，就是随动重切，一定要注意这个重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形，没有形不能重。你比如说，我还刚才接着说，人家高老师一摁这个肚子啊，就好像忽悠悠的这手就下去了。你怎么你摁这个跟一个棍子杵在那似的，那效果就没法弹了，就不弹不了了。你咱这手，如果病人不管他多那个有时候爱睡觉、困了睡觉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但是我的手如果他感觉腹部不好受了，根本就睡不着。对，摁着一会儿这难受啊，对，他躺不住了，对吧？这一定不行。你比如说，我给病人这个摁的时候，假如这个病，就都是大病啊、重病，他的感觉就是什么呢？一个是就好像咱这个手一下去就找出病根儿，包括癌症。癌症呢，他这个是这样，有的癌症病人呢，他知道，比如说哪儿不好受了，一般的来说，我接触的这个，他不知道自己哪儿难受，就浑身不好受，哪儿都不好受。但是咱这个手一下去，他就觉得，哎呦，你这就是他的根儿在这儿。而且有的时候呢，你要是对于一些重病人呢，你手要重的时候，他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？他说啊，您这手一下去啊，就好像就好像我肚子里没有东西是空的，上下肚皮贴在一块儿的。那个时候的力量，可能应该已经到5层了，4层或者是4层或者5层。但是你能不能，就是你作为一个初学者，你能不能你的手到4层到5层，这取决于水平，取决于功力，这得慢慢练。你能告诉我现在是多长时间了？33分钟。我再给你摁的时候，上次给你摁的时候你睡着了，就是我2手上去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。对。咱这个前面加了一段，就是咱们前期准备的时间，应该是啊。我觉得咱们手我估计上手应该10多分钟，对，差不多。您这个拇指现在是用力的吗？我拇指不用力啊，其实拇指在这个地方兜着这个，其实虚的这劲儿哈，记不太准了，不是虚的，是浮在上面。这个地方，它是带脉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这个位置，实际上我是在兜着，在这个位置多少有一些作用的。刘大爷跟我说，就这个地方呢，就使得他的浊气下去以后不回来，拿拇指限制它。所以等于您这个，你看食指是在巨阙，然后拇指其实也是有一个穴位，它是2个手，只不过是以食指为主，然后拇指稍微带着点劲儿。对。可以说带在掌门上，就掌门，就是兜住它，带着它。然后现在您就是现在应该算单手操作了，是吧？对。然后也是我刚才是因为接电话，这时候还可以在这上面。你比如说这个，还在这个位置上，但是我的手很快就要动了。摁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还想强调一下，就说不管是什么病，你比如说这个人的肾脏，或者是膀胱，或者是大肠、小结肠，包括大肠结肠癌、大肠癌，包括这些病，你说我这个病啊，我摁的时候啊，我不用摁上腕了，不用摁巨阙了，我直接就照下边走吧，不行。我感觉最好的方法就是，那只是说时间的长短，但是只要做腹部按摩，最好是从上往下，上中下腕巨按到，上中下腕巨按到，还是要那个什么。你比如说我这时候我这手抬起来了，马上就要抬手了。您在双手摁的时候，这个左手也是用力的，是吗？还是只是右手用力？左手力小，左手力小，也在找方向，但是右手是发力的手。您就是平着放对吧？就是平着放。
而且刘老也就是平着放。刘老的手法，就是安先生的手法。对，这是。就是安先生，这是。那就是刘老这个手如果是平着放的，安先生也是平着放，一定是平着放的。对，就是您看到的刘老是肯定是平着的，对吧？对。那就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比如说感觉吃力了，就说你看我的手啊，我不管摁，就是说这个给病人做腹部按摩，不管是摁10分钟，摁50分钟，甚至有的时候我摁过1个小时，就是时间很长。我的手始终比较稳，这个就需要锻炼。你看我现在在巨阙上，我的手已经下来一块了，看这就是巨阙。我的手已经下来了。哦，看。您现在是下到上腕了是吧？应该在上腕。而且这个呢，一定要根据自己手底下的感觉走。您说这手底下感觉是根据它搏动的位置，还是说手底下这种现地说明那个？你比如说搏动，一般咱们腹部按摩一开始就强调搏动。我跟你讲，我给这个朋友，咱们现在做按摩的时候，我现在也没感觉到他腹部有搏动。但是我不是说这个朋友他有什么病，但是我感觉他整体还可以。就说搏动，有一种情况是搏动，有一种情况不搏动。不搏动的时候，你应该是你手里能够感觉到，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好，而且往往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？不搏动比搏动的病还重。不是说搏动就重。那我还是问一句，就您现在感觉您的腿呀有感觉？一直有感觉。他的腿有感觉，一直有感觉，而且手也有感觉。对。现在啊，刚才手跑的。刚才您搭的时候，搭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有感觉。那就是咱单手的时候，那跟我那当时反应一样，单手就先行了。对，单手就有反应了，先反应是脚，然后回来是手。手也有感觉。对。手是手腕以下还是手腕以下？手腕以下啊。有可能手指头都有感觉。就到手指头了。你像我给我妈妈按的时候啊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我妈妈95了，我给我妈妈按的时候，她说连脚豆都觉得脚豆都蹦。就这么强烈，这么感觉。我的脚是麻的。麻的。您注意啊，您睡觉该睡还睡啊，我刚才说话影响您了。就说您这个脚现在是麻的，也许一会儿再换位的时候，您脚就不是麻的。就变了，但是这就叫现行。还有那种胀的感觉。对。具体说为什么他现行以后他的病好的这么快，这么明显？咱们谁都不听病人的，让病人自己去体会，就说他到底舒服不舒服了，今天比昨天是不是舒服了？这个东西，慢慢对，这个实际上是毋庸置疑的。对，一定的。基本上您这一个穴位按差不多也10分钟有吗？没有10分钟，也得7-8分钟。也得7-8分钟。等于每次换这个位置都是手底下这个感觉有变化之后动。对，你比如说我这个手啊，往下走的时候，咱们这么说啊，我往下走的时候，我可能不一定直就是上腕、中腕、下腕这么顺着走。有可能我在第一把的时候，我顶在手指的食指在巨阙。第二把的时候呢，我有时候靠右了或靠左了，就是我指的是左手。哦，明白。左手啊，左手的位置有变化。那你说为什么变化呢？这取决于一个，就说你摁的多了以后，你感觉他那个位置不好。就病人的那个肚子那个位置不好。我往他那个不好那个位置走，这个是有变化的。但是这个呢，一开始你说我一开始我不好掌握，我摸不出来它好与不好，没关系，你就上中下腕往下走。一样有效果，一样明显。但是您主要摁这个位置，基本就是集中在上中下腕，旁开可能0.5寸，大致这个范围里头，不会再往外走，对吧？也有可能。你比如说，比如治这个，比如说免疫系统的问题，他
他免疫系统的问题，包括就实际上就类似于红斑狼疮。他嗯这个有可能我在摁的时候，我手底下在摁的时候呢，特别是在下腕的时候，他下腕靠左就是那个地方，我不一定说红斑狼疮都是那个地方不好，但是我感觉我摁的时候，它是我的那种感觉，就那个地方靠左可不是0.5寸，靠左偏的比较多。然后哪个位置是中脘旁开吗？下腕旁开下腕旁开，下腕旁开的时候呢，可能我这个地方，我只是说当时我根据我手底下的感觉，就是我感觉那个地方不好，我可能就撤走了，但是我感觉那个长度要大于0.5，要大于0.5，要多，那就凭着我手底下的感觉。你说我治这个红斑狼疮或治免疫系统的问题，你比如说像这种，他是，我上次给华南也看过，就说这个病人呢，他那个3项指标就是血液的指标，阳性，3项是阳性，比如说是红斑狼疮，还有什么硬皮病，都是免疫系统，就这就是这是硬皮病的，那是红斑狼疮的，咱们治我可能给大约治了10次，他的那个就是这个指标现在是1个转阴，2个转阳，2个还是阳，1个转阴，3项已经有1个转阴了，而且他呢从来也不吃那个，现在不吃了，吃激素，各种激素他都不吃，因为那个东西他吃完以后他感觉不行，他感觉不舒服，太吓人那种感觉，是感觉吓人，不吃，所以说咱这个按摩呢，你说我这个按摩光这个摸肚子，然后把这人的血象变了，很神奇，包括你比如就这同一个病人，他的这个血常规10几年了，从来没正常过，但是咱们现在经过腹部按摩以后，他已经正常了，非常吃惊，包括总医院的那个内科跟神经内科、神经外科大夫都说你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你也不吃药？怎么你现在血象有变化？对，变化很明显。这有贫血的病人，血素都上去了。对，这有。这话说的可能又有点大，就是咱们通过腹部按摩，血色素也好，血象指标恢复正常也好，的速度要比针灸和中药要快，对，要快。因为我们有的肝损伤的病人，就那个转氨酶的数值来的时候9000多，后来治到最后60多，1个半月，包括那也是小孩儿也年轻，就是我感觉快，很快。而且他尿酸降的都没那么快，他肝损伤很快就恢复了。我感觉就是咱们腹部的手法，促进他肝脏自己的那种修复，因为肝本身有再生功能嘛，咱一促进它之后，它就好的就非常快。刚才你看这个朋友说，就是咱们在摁的时候，就说他腿，包括你刚才你比如说，就是我妈妈那个或者这个，他的腿、脚，包括脚趾都有感觉。你像这种病。如果你像张定宇，就是那个，他那种病人，你在接触这个的时候，咱们这个的治疗效果是一定要好于推拿。对，因为推拿没有这种形，它不能使这种。对，它其实血脉是没有微循环过不去。对，没通。对这个按摩就是逐渐的，就是你比如说以前就是正常的人来考虑呢，就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我给一个，比如说，假如说我上次我给1毫摁，我给1毫呢那个年轻好摁使劲儿，就是我可以3层4层，你要岁数大了95，你可不能使劲一使劲，对，再盯不住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对，只要你有心，手越重，就是当然手重的前提是你觉得有必要重，你没必要重，你重了也不行，对吧？对，你有必要重，你重下去的时候，病人一样的感觉非常好，而且效果特别明显。特别明显。不是说岁数越大手越轻，年轻的就可以重点儿，给小孩给小孩摁的时候呢，就怎么样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完全取决于手底下的感觉。其实小孩有的也能。咱们这把摁这个地方摁了多长时间了？现在是47，一共摁30，应该是15，对，一共摁47分钟。咱把那个零头跑了40分钟，应该摁了差不多40分钟了。对，得有了。这个时间
一定不能太短，太短没有治疗效果，你像行的时候，你只要行起来以后，比如说他的这个，比如说是四肢没，就是这是一个上岁数的人，就是你比如说上岁数啊，我这个平时我感觉腿软没劲儿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但是您体会，就说您摁完以后，您的腿，比如说您现在可能体会不出来。您摁完以后，您下午或明天的体会是不是腿比今天要有劲儿的？这是肯定的，您可以慢慢体会这个事儿。对，而且这个我为嘛您说上岁数一点的，他那个反应明显。你像年轻，你像我们做完之后，感觉不出来有啥差别，但是上岁数人有差别，他上下楼啊什么的。对，哎，而且感觉非常明显。对，有的时候甚至有的病人他自己没感觉，或者他自己没往这上面想。我们问的时候能问出来，你腿有没有劲儿？他说：“哎，感觉比以前有劲儿了。以前上下楼腿感觉使不上劲儿，腿发软嘛的。”不要往下走了。等于咱现在是巨阙跟上脘摁完了。对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就是我在摁的时候掌握。你比如说，我一定要摁巨阙、上脘、中挛、下脘。实际上不完全是。你比如摁肩里行不行？对，就我在这条线，这个在韧脉上面，在韧脉上，我感觉哪个地方有问题了，不太好，往下走了啊。你是去健身房是吗？啊，但我又往下走了。现在是49。差不多一个位置至少得7、8分钟。现在应该差不多做45分钟了。这个跳动的特别厉害，对吧？跟刚才又不一样了，是吧？您指的跳是这个肚子跳，肚子有跳动，是吧？而且腿上一会儿您的腿上就有感觉，现在应该腿上还有感觉。他这腿上就跟你刚压的时候嘛，就跟那个水一样的肉，就跟水似的，有冲力了。刚才那种感觉就是跟那种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一样，往下走。对，蚂蚁爬就那种感觉。但是你刚按下去嘛，就有那洪水，就那水龙头开的那种感觉。您的腿有热吗？有一点点。对，这个你像这个什么呢？就说有的时候有热，就说这个你像这个啊，你比如说为什么就像《黄帝内经》提到的，就是揣之婴手而动，两腿如汤卧状。为嘛有的时候他这个，你比如说我现在摁到这个位置时候，有可能腿热，但是你未必就是汤卧状，但是就是腿是热的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这个汤卧状是种什么感觉？就是说俩腿大腿根整个全是热的。那个有可能就说那是根据病的不一样。你比如他是在浮冲之脉上，你病上比较重的时候，那种病你比如头疼剧烈疼痛的时候，你要摁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哗，那腿那就跟一个就跟汤卧一样，两个大腿根全是热的，就一下子就下去了。这也是跟病情有关，跟病情有关。但是你现在，比如说我现在摁着这个，我为嘛不给他摁出汤卧状来？那我要反问你，那我为什么非要摁出汤卧状来？对，他不需要摁出那么热的，而且不是那个病，对吧？对。你躺着别动啊！我想再摁一把，别动啊！把它吸出去。好吧。你帮我举一下，我上个厕所去。
这个小小的跳动比较小了，比上面年的这些的跳动比较大。有变化啊。他现在主要是两个腿不一样的表现。两个腿的感觉不一样。不一样了。是吧？就实际上刚才这个朋友他说，就是比如咱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有两个腿的感觉你就不太一样，对吧？两个腿的感觉不一样。对，所以这个按摩啊，就是这个啊，就说我所说的这个现行啊，为什么说咱这个按摩一定要现行呢？就你只要现行以后，不管他腿，你比如说你说他两个腿蹦，那叫不叫现行？对，两个脚趾头蹦，那叫不叫现行？一样叫现行。它不是说酸麻凉热。你比如说我这个腿上，你就说这个就跟一层就是有点潮潮乎乎的，就是出你说那叫不叫现行？我觉得都叫现行。对对对。所以不要把这个现行呢，这个说的特别死，一定要什么那个酸麻凉热啊，或者说《黄帝内经》说了是汤末状，那我一定要按汤末，不管是什么状，只要它现出形来。但是你想这个病人啊，他不管我摁着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他腿上出现的感觉是麻、是凉、是热、是潮湿，都是不好的东西。咱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想让这个病人的这个浊气下降，清气上升，就这么道理。等于那就是咱们其实不用去区分它的这个现行到底是哪种病机，咱摁它就这个一定邪气往外走，就跟您说的，只要咱行了，它就邪气就排出去了，排出去病就好了。对。而且这个他当时就说咱这个有可能是嘛？你像我，就说刘大爷给我按摩的时候，我到刘大爷家去，从来也他也不给我倒水的，都是比如我吃什么或者就吃了没有倒水，但是只要是刘大爷给我按摩，按摩完以后一定给我倒一杯水，热水。他说这个水就跟喝中药似的。就是你整个按摩完以后的气血都活了，然后喝那一点热水特别有好处。所以每次刘大爷给我倒热水。刚才那个是53分钟，咱应该按了40，也差不多有50分钟，47、8分钟。我还是咱腹部先做到这儿，然后我再给您按后背，我让那个一毫整个把这个过程录一遍。而且录当中我有一些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了。按后背的时候你得站着了，对吧？对对。我得趴过来吧。按说了，就是在腹部按摩以后，他应该在那个就是躺一会儿，让这个现在腿还有感觉。还有一点感觉。就麻，就现在腿比如说麻呀什么，就说比如说应该是什么，就说躺个5分钟。因为他这您躺这5分钟的时候，他就治这边这病人了，就说对，叫他把但实际就得再往下走。对，把浊气叫他清干净了，好像那个是吧？因为还在。您现在啊，转过去，脸冲里，冲那个窗户。那个这组拳，这组，然后整个这您整靠后边，靠我这边一点，对。
行，这就行了。这个就是按这个风池啊往下捋这一膀胱经这一条。对对，所以我在当时看那个刘老的那个，就我们说那个草本按摩经的时候，就感觉出来，不管是刘老也好，安春柱也好，他的手法里头肯定是不光是腹部。对，这是他就说安先生也好，刘老也好，按摩的时候对一个病人，就是这个病人一来了，就采取这种办法，先是腹部，然后常规，特殊情况再说特殊的。啊，那就是您说那什么2772拿呀，哎，然后对，那是特殊的。但是所有的病人，包括那个这些都是做的，都是常规的。你比如有的那个病人特别那个，腿，比如说腿那个特别疼，老寒腿，那属于踩腿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但是一样做腹部按摩，但是注意就这个脖子这地方，就是初学者先别摁这个地方，容易把脖子摁坏了，对吧？容易把颈椎摁坏了。这个位置有时卡的不太准，但是你要对于按摩大夫来说没问题，那就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因为他知道这个结构，对，而且等于您摁的时候是一侧一侧的摁是吧？对，啊，那为什么不是让他整个平着趴过来呢？我那回我就想问这个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就说啊，因为安先生跟刘大爷都这么摁，我呢对，又不是说没改，就是专门从事这个，我不敢改，不敢改。就说这个是你比如说你要让病人趴在那儿，你这么摁这后背不更好摁吗？或者不是我，但是你要如果这个体会一下这个，就这种按法啊，他的病人在那个如果动作再变一下，你这个地方的感觉又不一样，对，他发力的这个方法不一样，他力度不一样，对，而且如果是趴着的话，没法按这么大力度，他胸骨什么的他受不了。哎，就说你比如说踩腿，那个这是那个中国有个京剧演员叫李少春，李少春他唱京剧武生，有一次啊，他那个什么，他都那个票都卖完了，腿疼上不了场就有点跟那个，我不知我说这话别人听懂就跟拉胯了似的，不行就有点不行，腰托那种。哎，然后那个找刘大说你这个得踩腿，就踩腿，就像这个踩腿，因为刘大爷的踩腿也是侧躺，他也是侧躺，我给刘大爷踩腿，就是踩这个位置。后来我一想，你说踩成服有病你脚踩，对吧？对，你这个踩，哎，趴那踩不也挺好吗？但是刘大爷不是那样踩的，所以我也不敢趴着踩。但是刘大爷给李少春踩完以后，你比如踩完了以后啊，当时李少春那腿就在那抖动，踩完了以后，李少春一踩完，李少春砰一起来就打了一个旋子，就是腿好受了，就得没耽误事儿。就说这个踩腿，但是踩腿呢，就是它是另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踩是什么？他任何一个病人来了以后，先做腹部按摩，然后做这些后背一成型，对吧？膀胱经走了，然后具体你说踩腿，他这个那是另一个问题，踩腿或者说你比如说落枕了，那都是那采取临时的一些应急的手法，对吧？那是另一个基本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。实际上，你说后背呢，摁着也挺简单的。但是你要说简单的，你总不能说就是，但是你那个手呢进不去，你的手你从得进去。他们别人给我摁这后背的时候，就说你这感觉他那个手没进到这个，对，这个感觉不好找，这个感觉没进到那里头去，对。你这摁的嘛，好像膀胱经跟那个脊柱之间，对，棘突之间，对，按到那个窝里头了。没错。但是这个事儿，这是刘大爷那个什么，咱不敢变，因为我对，任何一个动作啊，对，不敢那个什么，因为你总归要变的话，我就应该安先生变，应该刘大爷变，不应该我变，对吧？我变不了，我也没有这个本事。你能给这个手法咱还原出来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当时我们就他们申非遗的时候，找陈主，那会儿陈主任还在了，陈主任、水老都在了，找他们去录像啊，做手法，都没有这个还原度高。
你看，别看水老像您说的跟刘老学过，但是他那手法不一样，不像您的这个完全就是刘老的这个手法咱再现了。而且您做这个不光是说样儿像，您还给刘老做过，你包括后背这不也给刘老点过吗？对吧？他这个力度啊什么，每次都给摁。对，一开始啊，你摁完以后，比如给刘老一摁，给刘大摁后背，不行，他拿手就拨我这手，什么你这不对，你这手不行，他就哎。那他当时说那个是说您力度不行呢，还是说这个手法这个什么角度啊什么这个？他这个词儿啊，用这个词儿是什么词儿呢？叫你没杀进去，他讲就是没杀进去，你得杀进去，你这手你得进去，你怎么在那是皮儿上使没有渗透那个力，没有渗透力，不行。你看他一般是这样，侧面先一趟，对。所以这个腹部按摩掌握起来啊，实际上你说的特别简单，但是掌握起来不好掌握。对，你比如安先生的儿子叫安广林，在北京。安广林是安先生的儿子是吧？对。因为他们好多这个传来传去说是侄子，不是儿子。安广林呢，也学过腹部按摩。后来学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安先生说你不行，就你这个腹部按摩，你这个手啊，不行，就让他学骨伤了啊！对，后来他不是去那个有点像队医似的。所以说这个骨伤的这个安先生也会，但是就说安先生最欣赏他最拿手的是他的腹部，对吧？他一看呢，这腹部按摩不太好掌握，我就不说别人了啊，说别人咱这录像不好说，对吧？对，说别人不好说，就说他掌握，他看过安先生治，而且是大病，为什么这个腹部按摩我掌握不住呢？就是因为他的手不行，拿不住，拿不住。今天有，明天没有。对，您说过这个，他没电了吗？是安老到晚年。所以安先生就跟那个刘大爷说，他说广林那儿那个他不行，就说学这个腹部，不行，就说让让学伤科吧。但是呢，他跟刘大爷说，他说他因为他知道腹部按摩这东西接触的高人多，对，说在医务界来说，那就是他这个就是说不太好听，就是收入肯定高。他就让刘大爷说你多照顾这个广林。明白您说。所以刘大爷以前他在去北京的时候呢，这个刘老呢，他一般在北京去一次住半年。一次住半年，就连给这些领导治病啊什么的。他在地方的名气不是特别大。对，他在因为让中央对，军队给包了。所以他每就半年当中1个月去看一次安广林。他说我一定得记住师傅这句话。看安广林，每一个礼拜每个月都去。安广林在国家体委给那个国家体操队。对。实际上安广林他最后去世以后呢，人民日报可能发了可能是2个版面报介绍安广林的事情。但其实他腹部这块没，他们就是安先生，安先生不是不想教他，但是就说他掌握不住。看是文献里说是刘老7岁就在安先生那边跟着学什么的。没有那么小。你看那个，我给你今天拿那本书，说这个事儿的。他呀，就说那个是属于得了一场重病。您上回跟我说我在水果店什么的提到了。安先生给他治好了，所以这个东西，刘老之所以能坚持下腹部按摩来，就是因为我感觉啊，就是因为他治这场重病，得这场重病，完了腹部按摩给他救了。对，他呢对腹部按摩，他可能在学习过程当中也有一种彷徨啊，问着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，一会儿找着，一会儿找不着，怎么办？但是他坚信这东西肯定这东西行，他坚持下来了，他就成功。就是对这个东西你得信，你不信不行。对，你治几个不管用了，你就对心里没底了，就开始折腾别的针灸啊、中药啊啥。
那刘大那手指都变形。嗯，因为他跟安先生在一块儿的时候，那肯定是，那安先生主治，他就说后背那肯定是。有时候跟他一般到晚年，安先生的晚年的时候，跟安先生那个走街串巷，到人家里去，都是安先生按腹部，然后他按后背啊。后来安先生不治了，所有这些门诊都交给刘大夫。那等于这个刘老是在北京还干过很长时间？不，他在北京就住军委招待所，给那些元帅们治。那您说的这个就是安先生以前的这些病人，都是北京的病人，还是不是哪都有啊？哪都有。我跟你说，你比如张作霖的夫人，张作霖的夫人至少是8个，刘大爷光张作霖的夫人就治了5个。翻身，包括那个他最感情最深的是寿夫人。哦，寿夫人，武夫人。对，武夫人。他说那人那好。还有一次，他跟那个谁，他跟那个寿夫人说，寿夫人问他，说那个，你觉得张作霖这人怎么样？刘大爷不敢说，后来说，他说我怎么觉得他挺好，人挺好啊。但是他总以为他不就是一个土匪？对。寿夫人跟那个刘大爷说，他说我领你到那个，就是那个张作霖的那个灵堂什么，这我记不太清，就去看看。哦，就他当年已经去世了嘛。后来刘大爷跟寿夫人去。他一看，他说那里边就是包括文采、说话，张作霖说的话呀那些东西。他说我真说错了，不能说张作霖不是土匪。后来寿夫人还问他，说你说他是土匪吗？说刘大爷是。他跟寿夫人关系特别好，就是他们寿夫人特别信刘大爷。这腹部这些东西真是做好了，高层是特别认的。对，所以这个事儿，它难度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说，它跟推拿跟一般的理疗不一样，它不是说扎针灸扎上以后走人了。对。它这3分5分钟的解决不了问题。对。但是效果远远的超过那些。对。这等于就摁着，刚才是嘛呢？那边是摁一趟，然后双手再来一遍。这个是等于转过身来以后呢，就摁另外一面，这一面再来一遍。对。然后腿再来一遍。对。咱即便第2轮这又摁了20分钟了，是吧？头里就40分钟，说话说太多，而且他也是头一次治疗。实际上，你看这个病人能体会，就是咱就说简单的说，一个位置，就说这个位置，你这手这么摁着，这跟你这手进去杀进去，这东西这个感觉，病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我看您手是带一点就是这个角度的，不是完全手指头是垂这个直着了，是吧？对，有一点角度，有一点角度，对。但是我现在这个，我为嘛跟你说这个？你别那个不能留，你闭着眼，靠一肚子，就是这按摩就跟一个熟练工一样，就是特别就这个机械动作。效果也是很好的。但是你要如果深入进，你比如摁着肚子的时候啊，你跟着那劲儿走不动，你容易伤气。摁几个，因为你摁长了以后你就伤气了。伤气，而且对身体伤身伤气。您这个位置摁的跟刚才又不一样，刚才等于您从那方向摁的时候是他这个膀胱经这一块儿。对，所以你这个这边不敢变呢。你说我对这个东西要是变的话，人安先生都不变，刘大爷也不变。是。我这个没本事的人，我变的那么多，我就不敢变，不敢动。您这个有点拿法那个意思是吧？有抓就给他这整个都带起来。还不是单纯说点这个穴位啊，不是因为我感觉过这个，他是有点整个把他这个手底下这一块都拿在手里头了。对，
其他的动作就是另说了，就是安先生或刘大爷他们有什么七扇拿法怎么样，那是另说。但是遇到一个病人来一个病人，先这么说话。现在把这常规的这个手法对，都是这个手法，而且这个手法越体会越神奇，绝对不是说按摩是舒服不治病，单纯的不是单纯但治病，而且是大病，对吧？行，好嘞。高老师就说我也是，就说你比如说有一个病啊，包括这个女病也好，你比如说那叫手脚冰凉的，2次就见效，手脚没劲儿的，那也是1次2次就见效。这个你看这个手脚没劲儿，手脚冰凉，你觉得这事儿简单？你要喝中药，你把2手喝热了，铁了，太麻烦了。对，而且它未必能起效。你说过程太慢，我给您摁的时候，您这个手的感觉，就说他手一下就有。你假如手脚是冰凉的。一会儿手脚，一会儿又热乎，而且这种全热了，还不是今天热，明天又凉。对，它持续，这就厉害在这儿。对，你看先掐这个，对，大板筋哎，这是肩颈，对，是吧？掐那肩颈，就是肩上那个大筋啊，对，真气去伸手抓起墨线。对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膏肓。但是那个刘大爷跟我讲，我跟人家说啊，我说这是膏肓穴。人说位置不对。膏肓就说他说这个，我说刘大爷跟我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膏肓穴不适宜扎针灸。对。但是那个对，有人说能扎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咱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掐的膏肓，就是膏肓。而且我病入膏肓，对您做这手法和我感觉还不太一样，我感觉就好像 K 着这个肩胛骨往里抠，但你这个你看手都陷进去了，对，你这等于把这肉整个抓起来了，对，抓的肉，这还是对这个人啊，他后背特别紧的那种，一抓不起以后特别舒服。对，就这个地方，你就抓2下啊，这几下很可能啊，你回去一看都红了，但是你不用担心。明天一觉醒来，这红就下来了。没事，知道。没有跟那个这个杨老文抓痧，哎，抓痧你做过哈？我没做过。谁做的抓痧？那个房姐做过。你看抓痧手法了吗？看见了。行，回头再说抓痧的。哎，这是抓这颈椎，就是这就膀胱经这块。中间来一下，哎，这最后一下是这个，一边这边3次，这边3次啊，中间来一次，做完了这就，然后最后这个就结束动作。刘大爷摁到这儿了，摁完以后，最后总是好嘞，就这一下就完了，结束结束，这就最后